哎，你肯定记得《黑客帝国》吧？当年出来的时候，哇，那感觉。对，尤其是那个红蓝药丸的选择，一下子就让很多人开始想，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是啊，影响太大了。那个选择简直成了文化符号。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聊聊 Not Like You Think， 对他一本书叫《黑客帝国或真理的神话》，里面一段讨论。这书啊，它不只是个影评那么简单。他挖得更深。对，他提出了一个，怎么说呢，挺挑战我们想法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老想着要跳出系统，去找那个外面的真理或者真实世界，但这种想法、这种追寻本身，会不会反而是个陷阱？哦，这个有意思。是吧？而且作者还用了不少哲学家的想法，什么尼采呀、斯宾诺斯啊、拉康、马克思、德勒兹他们来分析这个。阵容很强的。听起来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彻底掰扯清楚。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观点。Not Like 的核心论点，大概就是说，像尼奥那样吃了红药丸，离开矩阵，去了所谓的真实世界。这种行为模式就是对外面那个真理的追求本身可能就有问题。有问题在哪儿呢？它好像很容易让我们困在一种二元对立里头啊，就是说，要么是假的幻想，要么就是真的现实。对，要么是压迫，要么就得彻底解放，跑到另一个地方去，老是在这种里面和外面之间打转。这个说法确实有点反直觉。我们一般不都觉得知道真相、逃离假象肯定是好事吗？是啊。但这里引人思考的地方在于，这种简单的幻想事实二分法，是不是限制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重点也许不在于找到一个绝对干净的外部世界，那重点在哪儿？可能在于我们怎么更清醒的，就是在你当下这个现实里头去行动、去改变。在现实里行动，这个让我想起来，书里是不是也用了德雷兹他们的观点，说那个矩阵，对，提到了，像是一个领土化系统，把我们的欲望什么的都给框住了，编码了。就是说换了个山头，但还是被某种逻辑管着，是吧？问题可能不在于矩阵这个系统本身有多坏，而在于我们相信外面一定有一个完美的、无有问题的世界。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想法其实，如果联系一些其他的哲学家，比如齐泽克，他就经常提醒我们，那种对一个没有任何幻象、没有任何权力运作的纯粹真实的幻想，本身可能就是最大的幻想。哇，这个有点绕。是有点绕，但你想想，它可能恰恰掩盖了那个所谓的真实世界里也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控制。再比如拉康的理论，我们对一个绝对的唯一的真理的渴望，可能跟语言、跟符号秩序有关。这本身就是一场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终点的追寻。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但如果连追求真理、寻找出路都可能是陷阱，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就待在原地不动了，感觉有点让人泄气呀。那出路到底是什么呢？对，就问到点子上了。作者提出的替代方案，不是说让你放弃，或者说躺平。他的意思更像是我们要不要试试彻底跳出这种要么留下要么逃走的二元思维模式。跳出这个模式，那具体怎么做呢？他提了个概念叫内在创造。内在创造，对 creatio immanent， 核心就是别老把希望寄托在系统外面的某个东西上，不管是某个救世主还是某个完美的真实世界，而是要把注意力转回来，看看在此时此地，就在你现在的环境里，你能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去行动，去创造，去实验，用这些行动从内部来转化你所处的现实。打个比方，就像你不是总想着要换个完美的房子，而是琢磨怎么把现在的家通过你的动手改造变得更舒服，更像你想要的样子。哦，这个我懂了。重点是动手改造内部，而不是一味向外寻找。没错，这是一种对当下的肯定，对我们自己行动能力的肯定。这跟《黑客帝国》里尼奥那种必须走出去才能获得力量和真理的英雄故事感觉很不一样。是的，它更像是一种
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现有的生活里进行的内部挖掘，或者说重新塑造。对，说得很好，不是一次性的大逃亡，而是持续的创造。这其实跟尼采强调的有点像，肯定生命就在此时此地创造你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老盼着某个超越性的保证，或者某个真正的世界来拯救你。有道理。当然了，这种方式其实要求挺高的，怎么说？因为它迫使我们，也迫使你去面对和质疑自己内心深处对那种简单答案、对确定性的那种渴望。的确，我们都喜欢确定的东西。所以，总的来看，这种解读《黑客帝国》和真理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视角。重点不再是找到那个唯一的出口，对，而是怎么持续的在原地重新创造我们的存在方式。正是如此。这也引出了书里最后那个我觉得特别发人深省的提醒。是什么？就是说，也许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首先需要警惕的可能不是外面的幻象有多么逼真，而是我们自己内心对那种找到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的那个真理的那种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是执着的渴望。哇，警惕自己对唯一真理的渴望。对，所以这就留给你一个问题去琢磨了。如果我们不再等待某个外在的真理来给我们盖章认证，说你可以自由了，那么我们又能怎样就在此刻此地开始动手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呢？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想想。